就在昨天，日本干了一件瞒不住的事儿。日本防卫省连夜把124式岸舰导弹运到了距离本土1900公里的南鸟岛。日本官方说这是建一个射击场搞训练，但是射程1000公里的导弹在四面都是公海的岛上，你往哪儿打呢？如果今天让我用一个词儿来形容现在的日本，我不会选右倾，我不会选松绑，我只想说3个字：撕面具。日本一次一次干得这么明显，装都装不下去了，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什么训练，什么防御，谁今天还信你这个鬼话呢？这根本不是靶场，这是日本插在太平洋上的第一颗进攻性的钉子。而这我认为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日本今天正在4个层面同时动作，更系统更危险。第一层我总结叫掏空专守防卫的骨头。2022年日本提出反击能力，说白了就是对敌基地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2025年10月份，高市早苗当选首相，直接提出修订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拥有摧毁他国导弹基地的能力。富士山脚下，日本陆上自卫队搞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它叫富士综合火力演习，3000人，50辆坦克，69.5吨弹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把3辆满载的重型卡车的弹药全部打光，这在以往的富士演习当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它首次亮相的叫25式高超音速滑翔弹，射程大约1000公里，突防能力非常强。而且呢，连无人机科目也上了，它用自动瞄准的轻武器击落飞行的无人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它这就是在为跨域打击做准备。不过呢，你以为它只是在地面动手吗？错了，它实际上已经把战场搬到了太空。第二层，把天眼擦亮，把太空变成战场。2026财年，日本启用低轨军事侦察卫星网络，单列了2833亿日元的预算，实现对周边舰艇和部队的它叫分钟级的监控，同时支持中远程导弹制导。日本航空自卫队更名叫航空宇宙自卫队，原来几百人的宇宙作战群，它升级成为了大约880人的宇宙作战集团，1年多连跳3级，比翻书还快。那么这不就是把太空正式变成战场了吗？第三层我总结叫历史洗白，外交降级。长崎原子弹资料馆准备把南京大屠杀改称为叫南京事件，市民团体抗议，政府仍然强行的推进。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草案把我们中国定义成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外交蓝皮书把中日关系从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降为了重要邻国。高市早苗更是在国会上公然宣称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情况，暗示可能直接武力介入台海，底牌彻底翻开了。那么最可怕的不是他有了进攻性的武器，而是什么呢？而是他已经从思想上为战争扫清了障碍。所以说我们再来看第4层，我总结叫全面对标美国，彻底抛弃和平宪法的外衣。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日本军事体系的全面的美国化。军费连续14年增长，2025年突破了8万亿日元，2026财年逼近了9万亿，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 2%。 什么概念呢？就是日本 1.2 亿人口，人均每年要掏大约6000元人民币来养军队，是我们的3倍。日本自卫队员人均的军费是我们中国的2倍还多。那么一个2战的战败国，军费开支却排在了世界第3，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它不是在修修补补，而是在按照美国的标准打造一支完整的进攻性的军队。那么以上我所讲的这4层，如果套在一起，就是一张完整的网了。太空监视提供目标，远程导弹提供打击，外交和舆论提供掩护，历史修正省去了他良心的负担。南鸟岛部署导弹，富士山实弹演习，卫星星座无人机训练，白皮书定义，历史包装，每一条都是信号。日本不是小动作，而是在大张旗鼓的转型成为能战的国家。那么对于这一点，
我认为我们中国国防部有一句评价，可以说一针见血，说如果日本这样也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面就没有进攻这2个字了。日本现在面临选择，是作为值得信赖的亚洲的一员呢，尊重历史呢，和平对话呢，还是继续在威胁叙事的泡沫里面自我催眠呢，走向没有刹车的军事对抗呢？从南鸟岛到卫星星座，从白皮书到外交降级，从长期的所谓南京事件到高市早苗的所谓台湾有事，答案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他们选择了后者。所以说我们能做的也很简单，不再跟着他们的叙事框架讨论谁是最大的挑战，而是戳穿他每一次不小心透露的野心。记住，对一个连侵略历史都想一笔勾销的国家，任何关于和平和安全的承诺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朋友们，日本今天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练好内功，让他不敢有任何的轻举妄动。屏幕前的您，觉得日本下一步还会有什么动作呢？评论区、弹幕区留下您的高见。一见中南，登高望远，我是中南剑客。